既然棕熊类的投资者现在目前不再去交易白银，那么现在有没有市场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品种是更好的哈？那么相信大家呢也听一些博主提到过有色哈，或者是铜，对吧？那么在几年前呢，我跟大家其实分享过，就是说白银呢它有两个属性，一个是货币属性，对吧？大家知道白银在历史上其实不仅是黄金啊，白银也是做过货币的。一个是货币属性，一个是工业金属属性。那么货币属性对应的是黄金，好，工业金属属性对应的是铜。记得我看过一个论文啊，就是说如果把一半的黄金跟一半的铜去加起来，去跟银来去做相关性的话，长期它们是高度相关的。也就是说，银有一半的黄金属性，有一半的铜属性。那么如果黄金已经涨了，白银又涨上去，没有理由铜不涨，对吗？那我们放大这个图看哈，看现在铜是走到哪里？有人说铜也涨了不少了哈，已经从什么去年前年就已经开始涨了哈。但我们看啊，其实铜呢目前刚刚突破最近5-6年的一个阻力线，这是月线哈，这是月线的一个 K 线刚突破，也就这1-2个月刚刚突破。而黄金白银其实早就突破了，就是说如果说行情呢有快速上涨后，现在目前呢我认为就是铜才刚刚进入那个阶段。如果呢我们把铜跟白银做套利 K 线，我们把白银放在分子的位置上哈，白银跟铜，那如果这个 K 线往上走的话，说明白银跑赢哈。所以我们看呢这个黑色的这个线它是这样往上走到了这个位置，目前对。那么这个图呢，其实我跟我的读者们已经分享过了，它这个图是从1989年来去看。那么如果是从1989年看，我们会发现一条很重要的阻力线在这里已经挡住了。也就是说，每次到了这个位置呢，它得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阻力线，因为它有3个点在这里，而且是过去几十年的一个长周期的这个线哈，它是很有效应的。那么它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呢，就会反转下来之后怎么样？铜就会跑赢。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就是说每次到这个顶点的时候呢，其实呢白银就开始往下走，白银就是这个紫色的线，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验证白银现在的位置很高。那么现在又到了这个位置，而且铜也刚刚突破，是不是就能说明铜会涨很快，同时会涨很长时间呢？这个图呢是我本来来看的，那我本来认为就是说铜至少应该会涨个1-2年左右。那我有个读者呢问了我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呢逼得我不得不把更长的历史拿出来看，也就是说我找到了从1960年啊，不是1989年，那就是说横跨了60-70年代，也就是上个世纪康波周期那个年代。那我们看呢情况就完全变了。好，这个橘黄色的线呢是白银跟铜的套利 K 线，我这里写了。我们会发现怎么样，在一个很长时间下，它是有一个区间，它是稳定的，但是到了一定程度，也就是1974年左右，它向上突破了，然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，看到吗？包括现在也是这样，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它是这样子的，然后现在有可能就要再突破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，并不是到了这个位置白银就相对于铜没有潜力了，白银从至少5到8年5年左右的情况下，它是比铜更有潜力的。可是如果在1-2年左右的情况下，铜的安全边际会更大，它的潜力会更好，明白吗？就是说如果是你以5年左右的周期来看的话，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的话，那就不要去做铜。对，如果是棕熊，那么就可以去做铜。那么我们会看到在这个重要阻力线的这个位置呢，它会波动一下。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会有那么一段时间，大概几个月的时间，铜是大幅度的跑赢白银的，然后白银才又追上来。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，我们看它对应的这个铜的涨幅也不错，就是说有可能呢在几个月的范围内，铜有色会大幅度的跑赢白银，然后之后呢它铜依然会继续上行，只是说它跑的没有银那么快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然后大家会看到突破之后它还会回踩，
其实呢，在这一段期间内呢，总体来讲呢，铜它的安全边际更好的，波动性会更低，收益率可能差不多，但是呢，就是说它的波动性会更低，这个往上突破的时候。那么白银见顶之后呢，铜会不会也见顶？因为毕竟它们是关联的，对。那么通过历史复盘呢，就是说铜启动的晚，它见顶也会稍微晚一些，这个就是几个月到半年不等。所以说呢，从用更长的周期去看的时候呢，我们得到2个结论。一个结论就是说，银呢长期还是比铜更好。第二个结论呢，就是说铜呢并不会长期的跑赢银。如果银见了顶之后，我们就要时刻开始准备铜的见顶。银见顶之后，铜会冲顶冲得很快，然后同时也见顶。期呢，在今年的某个时候，黄金、白银跟铜，它们都会同时处于快速下跌的一个阶段。我觉得今年的投资难度操作的难度要比去年的要更大。好，那具体收益率多少呢？我们到年底再看一看。那基本上呢，就是白银跟铜的关系呢，我就分享完了。那下面呢是针对美股的读者们的一些更多的信息啊，也是补偿我过去这几个月没有好好的更新这个海外的平台。好，那么就是说，我们看到这幅图呢是铜本身的一个价格，那么我预期可能会到达一个8.3到8.6这样的一个高度，从技术上分析也是，然后从历史复盘周期位置去测算也差不多是这个位置。那么我们再看，就是说海外的标的有哪些哈？那么黑色的呢是这个就是铜相关股票的 K 线，那紫色呢是我叠加的铜的价格哈。那么这个是呢 United States Copper Index Fund， 好，大家可以搜这个代码，在我的 PPT 上搜代码。我们看到其实它就是跟铜高度相关哈，也是刚刚突破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标的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 Global X Copper Miners 啊，那么这个代码是 COPX， 这个也是基本上就是 follow 铜的一个走势 ，follow 的非常好。好，那还有一个呢是 Teck Resources Limited， 我觉得这个股票呢是潜力很好，看它现在还没有完全突破，但是在铜大幅度上涨的时候，它的斜率也是很快的。铜往上涨的时候，它的斜率也是很快的。觉得这个是我觉得看这几个当中就是最好的一个标的。再看这个呢，叫 Freeport， 这个也是一样的，跟刚才就是一样，就是在铜大幅度上涨的时候，它是跟得很好的。现在它也是刚刚突破了过去5-6年的一个线，刚刚突破哈，它比银价突破稍微晚一点。那么也是一个安全边际非常好。我们说什么叫安全的入场点哈？安全的入场点绝对不是说它在底部这样子波动，然后上去之后，然后在速度最快的时候，这里是安全入场点，这里肯定不是。安全的入场点是这里，还有就是这里，然后之后这里就尽量不要去操作了。如果你是棕熊的话，明白吗？这里你要全程在场，然后上面波动你可参与可不参与。这个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它刚突破，也就是说刚走完了这样。还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系数比较好的，就是说它可能刚上行没有多久，然后在一个三角形范围内去挤压一段，这里有足够的调整，最后向上突破。这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继续加大仓位，就是说假如你已经有底仓了，你可以继续去加大仓位的一个地方，但是我们不能加在顶上，比如说白银目前现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给我留言。更多投资策略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微庄主低策略圈。